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就是你走進一個房間，燈關着，黑漆漆的，你明明知道房間裡有桌子有椅子，但你就是看不見它們，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要是你一不小心，還可能被某個看不見的凳子腿绊個大跟頭。那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整個宇宙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關了燈的房間，而我們以及我們能看到的所有星星、星系，都只是這個房间裡零星散落的小塵埃。真正佔據這個房間絕大部分空間的，是那些我們看不見、摸不着，卻又無處不在的隱形家具。你會相信嗎？別急着說不信，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宇宙中最神秘、最龐大的隱形居民——暗物質。它就像一個宇宙級的幽靈，不發光、不反射光，甚至不阻擋光，光線可以毫無阻礙地穿過它，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樣。但它又真實地存在着，用它強大的引力，像一雙無形的大手，悄悄地操控着我們宇宙的命運。是不是听起來有點像科幻大片？但我要告訴你，這就是我們宇宙的现實。就在最近，我们的宇宙第一深空攝影師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給我們發回了一張前所未有的宇宙藏寶圖，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讓我們窺見了這位宇宙幽靈的真實面貌。這張圖可以說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認知。準備好了嗎？帶上你的好奇心，我們一起出發，去揭開暗物質的驚天陰謀。說到暗物質，很多朋友可能會聯想到暗能量，或者星球大戰裡的黑暗原力。打住，暗物質可沒那麼玄乎，它跟原力沒半毛錢關係，也不是什麼反派角色。其實科學家們懷疑它的存在已經有年頭了。早在80多年前，一位名叫弗里茨·茲威基的瑞士裔美國天文學家在觀測星系團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怪事兒。他發現這些星系團裡所有星系加起來的質量根本不足以產生那麼大的引力，把整個星系團牢牢地捆在一起。按照他計算的可見物質的質量，這些星系團早就應該分崩離析，各自單飛了。那是什麼力量在背後拉着他們呢？茲威基大膽地猜測，肯定還有一些我們看不見的物質提供了額外的引力。他把這些神秘的看不見的物質叫做暗物質。這個想法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超前了。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你讓我怎麼相信它存在？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暗物質都像是一個科學界的都市傳說。直到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浮出水面，天文學家發現星系旋轉的速度也快得離譜，如果沒有額外的引力拉着，邊緣的恆星早就被甩飛出去了。這就好比你甩鏈球，繩子提供的拉力就是引力，要是球轉得太快，繩子又不夠結實，那球肯定就飛出去了。唯一的解釋就是在這些星系裡同樣存在着大量的暗物質，提供了額外的引力繩索。好了，問題來了，既然這個東西完全隱形，我們怎麼去看它呢？總不能靠猜吧？你別說，科學家們還真就找到了一個看見幽靈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利用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裡的一個神奇效應——引力透鏡。啥是引力透鏡？簡單來說，就是有質量的物體會彎曲周圍的時空，就像一個胖子坐在沙發上會把沙發壓出一個坑一樣。而光線在經過這個時空凹陷的時候，路徑就會發生彎曲，就像光線穿過一個放大鏡或者一個奇形怪狀的玻璃杯一樣。這個質量越大的物體造成的時空彎曲就越厲害，引力透鏡效應就越明顯。暗物質雖然看不見，但它有質量啊，而且質量還大得驚人。所以，當來自遙遠星系的光線在傳播到地球的漫長旅途中，恰好經過了一大片暗物質聚集的區域，光線就會被暗物質的引力掰彎。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那個遙遠星系的樣子，就會發生扭曲、變形，甚至被拉伸成一個詭異的弧形，或者出現好幾個一模一樣的重影。這就好比你隔着一個扭曲的玻璃杯去看對面的一個朋友，你看到的他的臉可能就變形了。通過分析這些星系圖像扭曲的程度，科學家們就能反推出中間到底有多少暗物質，以及它們是怎麼分布的。這就等於說，我們通過觀察正常人可見物質被幽靈暗物質影響後的怪異行為，來反推這個幽靈的位置和形狀，是不是很巧妙？在韋伯望遠鏡之前，
哈勃望遠鏡也用這個方法繪製過暗物質地圖。但是哈勃畢竟年事已高，有點老花眼了，他拍出來的照片分辨率有限，看到的暗物質地圖就像是打了馬賽克一樣，模模糊糊的。我們只能大概知道，哦，這片區域好像有暗物質，那片區域好像也有，但具體長啥樣，細節完全看不清。現在輪到我們的新人王韋伯望遠鏡登場了。韋伯擁有前所未有的靈敏度和超高的分辨率，它就像是給天文學家們換上了一副超高清的夜視衣。它对着天空中一個叫做宇宙演化巡天 Cosmos 的區域，足足盯了255個小時，拍攝了近80萬個星系的照片。這個觀測範圍有多大呢？大概相當於2.5個滿月在天空中的面積。這張由韋伯拍攝的暗物質地圖，清晰度是之前任何望遠鏡的2倍。包含的星系數量是地面望遠鏡的10倍，是哈勃的2倍。當科學家們把這張全新的超高清的暗物質地圖在圖像中用藍色表示和普通物質，也就是那些星系的分布圖疊加在一起時，一個驚人的事實出現了。他們發現這2張圖幾乎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哪裡有密集的星系团，哪裡就有同樣巨大的暗物質團塊。哪裡有連接着2個星系团的稀薄的普通物質細絲，哪裡就有同樣形狀的暗物質細絲。這絕對不是巧合，這就像是你發現你家附近所有便利店的旁邊都開着一家一模一樣的，你卻從來沒注意過的隱形商店。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些隱形商店和便利店是捆綁在一起的，它們是一起成長起來的。這個發現為我們揭示了宇宙的宏偉藍圖是如何繪製的。在宇宙大爆炸之初，普通物質和暗物質都還比較均勻地分布着，但是暗物質更高冷，它不怎麼和別的粒子相互作用，所以它率先在引力的作用下開始抱團，形成一個個引力陷阱。這些暗物質團塊就像是宇宙中的種子，用它們強大的引力把周圍的普通物質氫和氦都拉扯過來，物質越聚越多，密度越來越大，最終點燃了核聚變的火焰。第一代恆星和星系就這樣誕生了。所以暗物質其實才是宇宙的真正建築師，它先搭建好了整個宇宙的腳手架，然後普通物質才順着這個腳手架建造出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宏偉的星系、璀璨的恆星。沒有暗物質這個幕後推手，宇宙的結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星系的形成也會慢得多得多。你可能會說，好吧，我知道了。暗物質是宇宙的建築師，他建造了星系，但這跟我有啥關係呢？他在幾百萬光年之外，我在地球上吃着火鍋唱着歌，他還能影響到我？嘿，關係可太大了。可以說沒有暗物質就沒有你我。為什麼這麼說？我們知道生命所必需的各種元素，比如碳、氧、氮、鐵等等，都不是宇宙大爆炸產生的。宇宙大爆炸只產生了最簡單的氫和氦，所有這些更重的元素都是在恆星內部通過核聚變反應冶煉出來的，然後再通過超新星爆發這樣的壯麗煙火秀拋灑到宇宙空間中，最終匯集起來，形成了像地球這樣的行星，以及我們這些碳基生命。而暗物質恰恰是這個過程的催化劑和加速器。因為它提前搭建好了引力陷阱，讓恆星和星系的形成時間大大提前了，這就給了宇宙更長的時間去冶煉和積累這些生命必須的重元素。如果沒有暗物質，也許恆星的形成會晚幾十億年，也許宇宙中的重元素至今還少得可憐。那樣的話，別說人類了，可能連地球這樣的岩石行星都不會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欠了暗物質一句謝謝你啊。是不是感覺有點顛覆三觀？我們竟然是靠着一種看不見的宇宙幽靈才得以存在。這讓我想到了我們生活中其實也有很多看不見卻至關重要的東西，比如空氣、磁場，或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當然了，關於暗物質，我們知道的還只是冰山一角，它到底是由什麼粒子組成的？它除了引力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我們不知道的詭異屬性？這些問題我們還都不知道答案。韋伯這次的發現就像是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門後的世界更加神秘，也更加誘人。接下來，
科學家們還計劃用即將登場的南希·格雷斯·羅曼空間望遠鏡去繪制比 Cosmos 区域大4400倍的暗物質地圖，那将是一幅何等壮觀的宇宙畫卷！而更遙遠的未來，還有更強大的宜居世界天文台在等着我們。人類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永遠不會停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從一個看不見的宇宙幽靈，到一個決定我們命運的幕後推手，暗物質的故事告訴我們，我們所能看見的遠非宇宙的全貌。在這個宏大而又神秘的宇宙中，我們才剛剛起步，請永遠保持謙遜，永遠保持好奇，因為最精彩的篇章或許才剛剛開始。